Hello，皆様こんにちは，KT des。好久呢，就是没有呢像这样子坐在家里呢讲话拍影片了。而今天的影片我们不旅游啦，今天的影片就是想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情报资讯。大家也知道，继上个月10月11号这个日本开国门到现在，那想必呢目前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摩拳擦掌了，要来日本玩了。不过呢，这个新冠疫情呢，到目前呢烧了快3年，而我呢，其实也是中间呢，经过1年半呢，在日本跟这个阿敏远距离，然后是今年才回到日本。而在这期间呢，日本有什么变化呢？而现在如果要我来北海道玩的话，又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？而今天呢，我就想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呢，这个也是我之前呢，就是搭飞机回日本的时候有分享过的，那就是日本现在的入境呢，几乎都已经电子化了。之前呢是必须要用一个叫做 MySOS 的这个 app， 不过呢11月这个目前最新的规定出来呢，现在呢是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Visit Japan Web 的网站，然后做这个入境前的这个事前登录，然后这个护照呢跟这个疫苗接种证明或是 PCR 的这个阴性证明呢，都是可以上传到这个网站的。然后基本上呢，这个网站呢就是要让大家之后来日本的入境呢可以更快速。然后11月14以后呢，这个 MySOS APP 呢将不再使用，然后之后呢将会以这个 Visit Japan Web 为主。而第二个呢，主要就是个人呢就感受到后疫情时代，日本呢在生活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变化，特别是很多商店的这个防疫措施的改变。例如呢，去一些便利商店结账的时候，一些自动结账呢正在慢慢的普及，像是日本的 7-Eleven， 他们现在呢几乎都有这个自助结账机，就是可以自己放入现金，然后那个机器呢也会自动的把零钱找出来。而顺带一提呢，这是我本人试过的，就是除了 7-Eleven 啊，包括这个全家啊、Lawson 啊，甚至北海道这个 Seiko Mart 都是可以用台湾的这个金融 Visa 卡结账的哦，所以是不是很方便？然后现在甚至去一些超市都会有这个自助结账机。像ion呢，它就有很多这种自助结账机，可以不用跟收银员接触，然后你只要把你买的东西呢放到这个台子上，然后自己刷条码，然后自己再放入现金，然后就可以结账咯。连自助刷卡都可以，所以是不是很方便？然后即使商店呢没有这个自助结账呢，他们商店的这个收银台，他们大部分也会放一个小盒子，然后那个盒子就是要让大家放现金的。包括店员呢，他之后找钱还有给那个收银的明细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放在那个盒子里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是要为了那个减少手部的那个接触嘛。然后去很多商店结账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个商店的地板呢也会有那种一格一格的，就是要大家保持那个社交距离的，就是要叫你要站哪个位置，就是要为了不要让人跟人贴得太近。然后或许跟台湾一样的，他们现在很多商店呢，在进入店之前都会有提供酒精让大家手部消毒啦，然后或是量体温之类的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最近回日本呢，我觉得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，那就是现在我们去到一些饮食店啊，或是泡温泉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店家呢都会要求大家要默食或是默浴，而这个以字面上看来就是要尽量叫大家不要谈话啦，安静的吃饭跟泡汤。然后第四个再来就是口罩啦。那现在来日本玩要不要戴口罩呢？就根据这个厚生劳动省最新的这个规定，如果说是在户外呢，人跟人至少有2公尺以上的距离的话，基本上是不用戴口罩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要交谈的话，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哦。目前走在呢日本的这个街上呢，我发现在室外大家还是都会尽量戴口罩，而尤其是有人潮的地方，大家几乎也都是把口罩戴上的。而室内的话呢，像一些商店啊，或者超市，或者温泉的私设等，其实基本上进入那个室内的话，还是都要戴口罩的。而店家呢，他们也会贴一些告示，就是要求大家要戴口罩。就连北海道的那个 JR 电车呢，他们也是有标示呢，就是要求大家搭车的时候要戴口罩，然后尽量不要交谈。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，大家知道在日本坐电车的话是可以吃东西的，不过呢也是要求要默食，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不要讲话交谈。再来第5个，那就是物价啦。虽然说目前呢是这个日元贬值，是大家来日本花钱的好时机，而我们频道最近也有拍过超市，然后大家基本上看到超市的价钱，还是觉得哇，日本真的好便宜。
不过这对生活在日本的大家那就不一定了，特别是日本新闻就报道，今年以来呢，很多这个食品跟这个民生用品呢就不断的涨价，光是2022今年一整年就涨价超过了2万多个品项，像是目前入秋冬以来呢，预计又有5-6千个品项都要涨价，说是受到了这个石油上涨，加上这个日元贬值，许多原物料的这个运输啊跟进口的成本都已经上涨了，平均呢上涨都有10%到15%，哇，好多哦。其实我最近去超市也是蛮有感的，以前呢可能日币呢170到180就可以买到那个他们那个全脂的那个鲜奶，但是呢现在几乎都要快200日币才可以买得到了。然后呢蔬菜虽然还是很便宜啦，以前呢几乎很多都不会超过100日币，但是我发现最近的蔬菜很多都已经超过100日币了，而且要找100日币以下呢也是要等那个特价的时候。而最近日本新闻也报了，可能呢是因为石油上涨，东京的计程车也是睽违了15年第一次涨价，起跳价呢从之前的日币420涨到目前500日币，所以这个是否也会带动日本其他公共运输成本的这个上涨，这个是有待观察的。而外食方面呢也是很有感觉的，包括北海道呢就是我之前很喜欢去的一家寿司店，其实最近我们也发现它也涨价了。然后新闻呢说是许多大型连锁的这个饮食店呢也有超过2/3都相继涨价，所以日元贬值呢虽然感觉在日本买东西会变便宜了，不过大家还是多少要注意一下荷包啦，不要失血过多会比较好，有些东西呢可能没有以前便宜了。而接下来第6点呢就是之后要来北海道自驾的大家可能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啦，那就是这个北海道的路呢似乎比以前还要更多了。而最近呢我关注的这个北海道这个新闻呢，可以说是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车子撞到这个路的这个事故。根据呢 HTB 的这个新闻呢，甚至说呢光是去年2021年呢这个车子撞到这个路的事故有将近4000多件，然后几乎是5年前的2倍，而今年恐怕也是非常可观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家来北海道自驾的话，路肯定是比以前更多的。而我就突然想到，我们之前去那个函馆玩的时候啊，就我们回来的时候走的是绕千岁之屋的那一条路线，而那一条路线可以说是这个鹿出没的也是非常多的。而那一条路呢，真的是大家开车的速度都爆快，然后大家莫名其妙呢，好像都讲好，就是互相呢保持一个比较近的这个车的这个距离。而听阿明说呢，这个是为了呢不要让鹿觉得它有空隙可以跳出来。不过当时我是觉得还蛮半信半疑的啦。不过呢，就在我怀疑的时候，我的左边就真的出现了一头鹿。天啊，就这样直挺挺的站在路的旁边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观望着所有的车流。而当时我真的是蛮 shock 的啦。然后呢，重点是呢，最好还要避开呢这个路频繁出现的这个时段。而据北海道警察网站的这个资料，而车子撞到这个路，特别还是在清晨呢，或是在这个夕阳时段呢，比较常发生。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时段比较常出来觅食的缘故。不过呢，路呢真的不是100%可以防止的，就是在日本这边呢，北海道人他们自己开车呢，也是会常常发生的撞到路的这个事故。运气好的话呢，可能只是车子废掉，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呢，可能连生命呢都会有危险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要来北海道这边自驾的话呢，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衡量一下，就是自身的这个安全啊，跟这个开车的这个经验。再来第7件事，那就是熊也变多了。随着近年来呢，这个路呢这个不断增加的趋势，非常神奇的，北海道的熊似乎也变多了。那大家可能会以为呢，熊呢应该是只有在山区才有的这个动物，但可怕的是，在北海道不止山区，连最大的这个城市札幌呢，都经常有这个熊出没。而札幌呢，光是2021年呢，这个熊出没的件数呢，就有185件。而今年呢，2022年呢，截至呢7月为止呢，也已经出现了有70件，而可以说是年年都在增加。而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回台湾的时候，在去年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北海道那个札幌，那熊袭击人的那个新闻，可以说真的是非常可怕。那当时呢，就造成了4个人轻重伤，然后甚至地铁站跟一些学校都暂时的关闭。而警察呢，也在街上呢，就是跟大家广播说，现在暂时不要出来，现在可能有熊。而在那之后呢，札幌还是常常不断的有熊出没。光札幌市区呢，就这么常有熊出没，那想必郊区呢，或是山区呢，更是要非常的小心。像之前的影片呢，就是我一个人去美贝那边自驾嘛，然后我就去到一个比较偏郊区的那个美术馆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的确有看到那个告示，就是有熊出没的那个告示，然后提醒大家要警戒跟小心。还有是绝对呢是避免要一个人进入山区啦。听说这边呢喜欢户外活动的一些日本人呢，
他们都会佩戴熊铃呢，然后进入山区。而关于熊呢，为什么会突然增加？这个学者是众说纷纭，有一说呢，是因为近年来的这个气候变迁呢，导致这个熊的这个食物变少。也有可能呢是这个熊呢误食了人的这个食物，所以导致熊呢误闯了人类的栖息地。总之呢，比起遇到熊的这个对策呢，最好呢还是减少遇到熊的这个几率。然后最后一点，第8点啦，虽然说跟这个疫情3年间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，但还是我个人觉得要来日本或是北海道这边旅游，值得非常注意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地震。而北海道呢最广为人知呢，就是2018年的这个胆震东部大地震啦。而且那时候呢，是大家可以来日本玩的时候。而日本列岛呢，其实它整个呢，就是在将近有4个板块的这个交界处，所以它火山也非常多啊，温泉也非常多啊。日本呢，才是在世界上一个地理非常特殊，然后地震又这么频繁的国家。然后我们频道之前呢，其实也提过了非常多次，其实政府呢，他们也是随时在准备，就是希望呢，做好这个完善的这个防灾措施，以应对呢以后呢将来可能发生的这个大地震。而目前新闻报道呢，最迫切可能发生呢，就是未来呢这个千岛海沟地震。而千岛海沟呢，可以说是呢沿着整个北海道呢这个，特别是道东呢跟这个道南这个区域的一条非常大的海沟。而预计发生地震的话呢，可能会规模达到9级，9级呢真的是很难想象而除了地震呢，也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这个海啸灾害。那之前北海道新闻就报道，特别是在道东川路的这个地方，可能会有几万的这个死伤人数。而看起来虽然说是非常的危言耸听啦，可是当地的日本政府跟单位呢，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做这个防灾的准备，包括呢出动这个自卫队，然后跟一些居民呢做这个防灾的训练演练。虽然说呢，也不是说大家呢一来日本就会遇到地震啦。不过呢，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。之后呢，如果要前往北海道呢，或是甚至是道东的大家呢，建议呢还是要非常注意呢这个灾害的情报。然后我推荐呢是下载一个 app 呢，叫做这个雅虎天气，雅虎天气。它呢除了可以及时查看日本的天气，然后也可以看到日本各地地震发生的这个情报，然后甚至连这个地震发生时的这个避难场所也可以查得到。好啦，那以上呢这几点呢，就是我个人整理呢，就是关于呢这疫情3年呢，日本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还有之后呢来北海道的旅游的话，大家呢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啦。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值得参考的话，希望呢大家还是可以不吝呢给我点个赞，然后记得订阅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然后另外大家如果对于日本北海道这个旅游呢，或是生活方面还有许多这个想知道这个事情或细节的话，那可以参考我们的频道会员制。那就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